用根这么小的绳子绑着轮胎去吊货车，这到底是哪个想出来的办法？哦吼，前媳妇开挖机，只开那挖机。今天做的这个事情就有点意思。大爷有一块这样的土地，他每年不管在这块地里面种什么东西，结果这个草啊长得比庄稼还茂盛。你们看，比喻这个南瓜，要是不把这个草拿开，根本就不知道里面有个南瓜。我先把它放到一边，等一下带回家给小美丽煲汤吃。大爷看我拿走了他一个南瓜，剩下的那2个被他发现了，他就抢先一步把南瓜拿走了。既然这块地种庄稼种不成，大爷就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干脆把这里挖成一个鱼塘。因为这块地的面积不是很大，挖出来的土就不能堆在鱼塘的四周，只能拉出去。所以大爷就到处问别人，看谁需要这些土。刚好同村另外一个大爷家需要土，他们2个人就商量好，挖鱼塘的这个大爷就出挖机费用，另一个大爷要土，他就出货车的运费，就促成了这件事。本来东家是要这个货车司机叫2个车过来拉土，这样挖机就不用等。但货车司机他想一个人把这件事情全包了，所以他就没有叫别的货车来，就自己一个车在这里慢慢的拉。我给他装满一车还不要2分钟，但是他把这车土送到另外那个大爷家里，来回至少要8个多小时，所以这8个小时我就只能在这里等。我挖机等待的时间也是要计费用的。大爷看着我的挖机在这里钓鱼，一脸的惆怅。这个也不能怪我啊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如果多叫2个车过来，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。为了让大爷看着舒服一点，所以我挖机就一直在这里挖。虽然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挖什么，但总比停在这里好，至少等下结账的时候良心过得去一点。这一次等得更久，差不多等了40分钟。这个货车它总算是来了，一个这么大的瓶，它掉个头都要掉4、5次。这个开车技术我也真的是服了，一个这么小的货箱只需要挖几斗就装满了。货车走了之后，我又是在这里等，大爷却急得找过来找过去。心疼大爷3秒钟。这一次等得更久，等了差不多1个小时了，货车还没有来。然后大爷他跑到倒土的地方去看了一下，才知道货车竟然卸在那里。他就跟我说，这个鱼塘不挖了，装了刹车土，差不多用了8天的时间。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他那个鱼塘至少要好几千才能够挖得好。所以他果断止损，说不挖了，要我把挖机拖到卸土的这里来。从现在开始就是算上面这个大爷的时间。首先就是要把这卸住的货车给他拉出来。我把货车里的土挖掉大部分之后，货车司机他想要我用挖斗挖住他货箱的后面，结果方向不对，不好受力，然后他就不知道在哪里找了一根绳子，把绳子绑在2个轮胎的中间，让我这样吊起来。我就跟他说这根绳子又短又细，不好吊。结果他又找了一根钢丝绳过来了，试了一下钢丝绳也不好用。挖鱼塘的大爷他就在我的拖车上面把我的布袋拿过来了。我就跟他们说这样也不行的，但是他们就是不听我的。结果可想而知，那根绳子直接断了。然后他们又想拿着我的布袋绑着轮胎吊，我就跟他们说等一下我的布袋也会断，干脆直接用钢丝绳还好一点。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实在是想不通，明明可以把钢丝绳绑在其他地方把货车吊起来，却偏偏挂在2个轮子的中间这样吊。更可笑的是，下面垫了2根木头，还要我这样吊着它往前面开。结果可想而知，这样强行开，车子都搞坏了。他今天又是白干，要去修一下车子才行。大爷说这个土来之不易，一个上午才搞了刹车，所以他拿了个锄头，说要把货箱里面扎的土全部要挖下来才行。今天真的是太搞笑了。货车司机走了之后，接下来我就要把拉过来的土整平才行。这土的下面是一个地下室，东家要在上面填1米高的土拿来种庄稼。虽然还少了几车土，但是那个挖鱼塘的大爷他不挖了，而且那个货车也坏掉了，所以没有土过来了。这块土呢，就只能这样随便整一下就算了。今天又是少挣几百，生活没精打采，还请大家给我点点赞，我们下回见。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那挖机。东家说今天有雨，要我不要来挖，
我跟东家说没有雨，就要今天挖，结果下了一场暴雨，东家账都没结就没管我了。今天这个东家他是我一个粉丝，半个月前他就提前告诉我，让我用挖机帮他把这个平修一下，然后好打混凝土。结果因为我每天事情太忙了，所以就一直拖到今天刚好挖机没事做了，我就临时联系粉丝说今天来给他整平。然后这个粉丝他在城里工作，因为我是临时联系他的，他又要请假回来，然后他又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今天是有雨，就跟我说看能不能过几天再挖。但是我觉得现在是出太阳，应该是不会下雨的，所以我就一直跟他说保证不会下雨，要他赶紧从城里回来。如果他今天不做的话，下一次又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有时间了。听到我这个话，粉丝就从城里急匆匆的回来了，我就高高兴兴的把挖机拖到他家里来给他整平。今天肯定又是多挣几百的一天，想想就很开心。这个东家的平他少了很多土，所以他就又联系了一个货车，从外面一直拉土进来。这个平他交代给我的高度是外面的挡土墙下来20公分，他以后打20公分的混凝土就刚好平着这个挡土墙，只要我把这里整平，他马上就要打混凝土，所以要我用斗给他反复的压紧。东家的母亲很是客气，拿了一瓶可乐给我。在农村干活就是好，每天都有西瓜饮料矿泉水，开挖机基本上都不要自己打水的，全靠东家给，嘿嘿。这里有一点点沙子，挖机不好挖，东家就自己用铲把它铲到我挖斗里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玻璃上就滴了几滴雨，这下怎么办？我事情还没有干完，我都跟东家说了今天保证没有雨，结果怕什么来什么，这个雨是越下越大。刚刚都是这么大的太阳，现在就下这么大的雨，这些泥巴和沙子一遇到水就有点不好整，我扫过来扫过去就是扫不平，而且还不能压，一压就全部扎在垛背上面。雨呢越下越大，雨刮都没用了，看又看不清，更加不要说能整平了。东家一家人全部在那里看着我，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我先把挖机停了，我的挖机上面又没有雨伞，下这么大的雨我又下不去。东家看我把挖机开过来，就全部进房屋了，这下怎么办？出也出不去，我就一直坐在挖机上面等雨停。后来实在坐不住了，冒着大雨从挖机上面跑了下来，整个身上全部都淋湿了，因为没有把事情做好，账也不好结。等了几个小时，虽然雨停了，但是地上还是很黏。东家也不想跟我见面，我就把挖机丢在这里回家了。今天又是少挣几百，生活没精打采。